这里比照片美，也比想象中更要折腾。那佩妮达到底值不值得住下来呢？跟随 Doris 的镜头一起一探究竟吧。现在我们将前往佩妮达岛，我们佩妮达岛见，拜拜。我们现在来到了佩妮达岛，我们在船上看到了超美的落日。其实来这之前，我对佩妮达的印象一直都停留在网上那些很漂亮的照片。当我真的来到这里，我发现我找到了我一直想要找的答案。超清澈的，虽然是近海，但是可以看到底下。我明天就出海去玩了。妈，可以听到他们在放音乐。这两天呢，我就想看一看佩妮达岛到底有没有网上拍的这么美。出海浮潜到底值不值得？如果只来一天的话，会不会错过很多东西？那看到最后呢，我也会告诉你，这里到底适合一日游，还是更值得住上1-2晚。这边下码头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班船了，所以有很多的摩托车司机在这边等人接人。因为在佩妮达岛基本上是打不到 Grab 和 Gojek 的。那岛上的交通方式主要还是靠摩托车，因为这边的岛呢比较原始。如果你会骑车的话，可以选择租一辆摩托车，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建议大家不要一下船就在码头旁边租车，因为价格通常呢会贵一些，可以稍微往里面走一走，或者你可以提前联系你住的酒店或者民宿，他们一般会有提供租车服务。我们租的价格是80元人民币一天。我在这边看到一个超级有热带风味的 Tropic 餐厅，我们选择在这家餐厅用餐。它装修也特别有风格，这样子像一个小海岛一样。佩妮达岛呢，相对于巴厘岛来说是比较原始的，所以这边物资呢没有巴厘岛那么丰富。那食物的选择上呢，像是汉堡、薯条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他们这里的食物都是真材实料，没有科技的，所以大家放心吃。而且这里的性价比也很高，一个汉堡大概20块人民币左右。我们今晚住的酒店是 Samsung。哇，这过来就是海边。Hello， 小狗。明天我们可以在这里看日出。我们住的房间就在这个海边，我们是这样的三角形。真正让我觉得住在这里有意义的，甚至不是景点，而是第二天的早晨。小狗，你也来看日出吗？这里的海边，早上起来，你甚至可以看到这边的小学生早上起来正在上体育课，而且他们的体育课居然就在海边。除了小学生上体育课，我还目睹了一场超有仪式感的祭祀。巴厘岛和佩妮达岛主要信仰的都是印度教，所以对当地人来说，祭祀并不是某一特定时间才会发生的大事，而是他们日常生活里的一部分。我站在旁边安静地看着，这里的人们很自然地跪坐着进行祈祷，好像他们每天都在用这种方式来感谢土地。虽然我不完全懂这个仪式背后的所有含义，但站在那边就能感到一种很安静、很虔诚的力量。我想这就是巴厘岛被誉为宇宙能量中心的原因。你会发现在这个陌生的小岛上面，人们都有自己的信仰和节奏，也有和世界相处的方式。从这一刻，佩妮达岛好像不只是一个看海和拍照的地方了，它是一个有灵魂的小岛，它给我带来了能量。谢谢小狗的脚印，这个沙滩上面，这个就是阿贡火山。
还没来得及吃早饭，我们就出发去潜水了。今天我们的向导是小黑，他负责开车和安排路线，还有和当地人进行沟通。在佩尼达岛这种地方，真的建议大家找一个比较靠谱的当地向导，因为这里很多景点码头之间的距离不算是近，路况呢也不是特别好。如果是有一个当地的向导陪着的话，会省心特别多。明天我们会把路线交给我们的小黑向导，我们准备好好享受佩尼达岛吧。换装成功，我们现在正在码头等待前往出发去潜水。我们现在出发了，现在我们要去3到4个浮潜点进行浮潜。哇，这个水好蓝呀！我们这一次是在佩尼达岛的西北侧海域。第一个潜点我们是去看门塔，不过这里能不能看到门塔真的很看运气，因为不是你去了就能够出现的，要看当天的海况、水流、天气，还有他们会不会经过这片海域。我们第一个潜点没有看到门塔，我们现在来到了第2个潜点，这里有小溪，还有珊瑚。下水之后，世界突然就变得安静了，只能听到自己的呼吸，还有水流的声音。低头往下一看，发现一个超级粉的水母，它就在这边跟我们玩耍。上看起来这只是一片蓝色，但海底其实是另外一个很丰富、很热闹的世界。所以 Doris 一直都很喜欢潜水。大家有什么好的潜水地方推荐的话，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 Doris 哦。Fam, this is the last spot. This we call this wall point. The same, we can see coral and fish, but we have to close to the rock, close to the wall 1 or 2 meters. Yeah. And just if the current will take you going to the right side, just follow the current, and then the boat will pick up you there later. Okay? back in the second last one. 第3个潜点是我个人觉得最漂亮的地方。这个时候阳光刚好从海面上照下来，水里面特别的亮，不是那种刺眼的亮，而是一整片海水都被丁达尔效应填满了，一束束的光从上面洒下来，把海底变成了很梦幻的地方。光照下来的地方看上去很浅，但潜下去其实很深。旁边的深色就是断崖，透露着一种美丽的危险，让人忍不住想要潜下去看一看。但是 Doris 是一个人在潜水，旁边并没有 body， so 我放弃了这个危险的想法，还是乖乖的上去扶着救生衣浮潜。那一刻，我甚至忘了自己在旅行，也忘了自己要拍素材，就只是飘在水上，看着阳光在海里漂浮着。不过因为看得太入迷，抬头的时候已经找不到我的船了。我有点找不到我的船是哪一个了。佩尼达岛给我的感觉很特别，在岸上的时候它是悬崖、海浪、山路和原始的小岛风景，但真正的下到海里之后，你会发现它还有完全不一样的一面。所以如果你有一天也来到了佩尼达岛，除了去看那些很有名的悬崖和海滩， Doris 真的也很建议留1天时间给大海，因为有些风景站在岸上是看不到的，只有你真正跳进海里才会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为了这一片蓝色来到这里。这是我们的司机向导给我们推荐的餐厅，在精灵坠崖，里面有可以换装的地方，有厕所，还有可以洗浴的地方。精灵坠崖就在这个餐厅的上面，车程大概10分钟左右。Thank you。
去 Broken Beach， 前面就是大海，这段路特别的颠簸。我们现在来到了 Broken Beach。呀，曼塔。我们现在要从这边走下去，然后绕一个圈圈到那边的山上面。向导跟我们说，在那边可以看到门塔，从上面往下面看。Broken Beach 呢，不是那种可以下去踩沙玩水的海滩，而是一个在悬崖上俯瞰大海的地方。站在这里往下看，你可以看到一整片特别深、特别蓝的海水。Oh, so beautiful. Broken Beach 的海岸线不是普通的一个直线，而是被海水和风一点一点冲刷侵蚀出来的天然岩石景观。这有一个门塔，我们真的超幸运的看到了向导所说的门塔，就在这个白线这边。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眼前这个巨大的岩石拱门，那边的海水会从拱门下面涌进来。游进这个像圆形一样的海湾，站在上面看的时候，我觉得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另一边是很粗糙原始的悬崖岩壁，而这一边是特别清透的蓝绿色，像宝石一样的海水。现在我们要前往精灵坠崖。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精灵坠崖，这个坡超级陡的。哦，这有一个 monkey， 这是一个类似于他们寺庙的地方，也是祭拜用的。这里就是佩尼达岛最有名的景点之一——精灵坠崖，它的英文名叫做 Clinking Beach。因为悬崖的形状很像是一只恐龙，所以也被很多人称为 T-Rex Cliff。那精灵坠崖最经典的视角其实是在上面的观景台。如果大家只是想看风景、拍照打卡的话，其实不一定要走下去，因为从这边下到下面的沙滩路非常的陡，而且很多地方都是那种很窄的台阶和山路，下去一般可能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上来会更久、更耗体力。所以如果你想要从这边下去的话，记得一定要穿一个舒服防滑的鞋，带够喝的水。如果让我选精灵坠崖和破碎沙滩的话，我会更推荐精灵坠崖。视觉上呢，它会更加震撼，而破碎沙滩呢，比较适合顺路去那边看看。如果大家时间有限，只能2选1的话，我会更加推荐精灵坠崖。离开精灵坠崖的路上，我们看到了落日和热带丛林。岛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热带植物，像是椰子树、香蕉树、棕榈、鸡蛋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灌木和野生植物都很常见。和巴厘岛主岛相比，佩尼达岛会更加原始、更加干燥一点。这里的植物都是野生生长在路边、山坡和村子的周围。行驶过的车辆和我们打招呼，向导说这是他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他们都住在这个村子里面。我说很羡慕你们每天都能够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到了山下，树木就变得高大了起来，这里几乎是被绿色所包围的。窄窄的一条路单行道被变成了双行道，不过我们向导车技真的很在线，所以我们安全抵达了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的下一个酒店。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今晚住的酒店。噔噔 ，Thank you。
我们住的酒店出来旁边就是一个超级蓝的 beach。哇，这是果冻海哎！今晚我们入住的依旧是一个三角形的房屋结构，他们这边有很多三角形的房屋结构，因为雨季降雨量很多，所以这种三角形有利于我们的雨水降落。我们一起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房间。也是这样的三角顶，可以把空间拉得很大。这是洗手间，要比较简陋一些。现在在这边还可以看到一点点的落日，余晖。今天向导和我说，佩尼达岛是没有政府来管辖的。那现在呢，在佩尼达岛上是没有 Gojek 和 Grab 的，所以大家来到这边的出行方式一般会选择租摩托车或者是包车。我们今天选择的就是包车，因为会有2个非常大的行李，摩托车的话不方便出行。价格的话，大概在450人民币左右一天。那如果是大家选择租摩托车出行的话，价格大概在40元人民币左右一天。选择摩托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在这边道路是靠左边行驶的，而在国内我们的驾驶习惯呢都是靠右边行驶。今天我们准备去东线租一个摩托车绕东线走一走。现在是早上，刚刚起床，外面都是很好的风景，外面有好多的鸟在叫。这里一起床就像在热带雨林中，这一刻我感觉到身心都好放松。那现在我们就准备出发，租车去东线环行。在去钻石沙滩的路上，一路骑着小摩托，看着大海，吹着海风，就这样我们跟着自由的味道来到了钻石海滩。现在我们准备出发，下到下面的沙滩上面去，花费大概时间需要15分钟左右。我们一起出发吧，希望不要中暑。中间对，好，下去。好的。来到 Diamond Beach 的时候，第一眼真的会被整个画面吸引住。从上面往下面看，水是那种很亮的蓝色，旁边就是白色的悬崖和尖尖的岩石，难怪它会被叫做钻石沙滩。说实话，这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不是风景，而是下去的这条路真的很陡。而且它这个路上还有那种沙子，就会特别的滑。这里的台阶都是沿着悬崖边上，有的地方台阶很窄，走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当心。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我会先建议在上面看一看，再决定要不要下去，因为在中间拍照就已经非常震撼了，还可以拍到它的全景。但如果你就想要走下去看一看的话，最好要穿一个防滑的鞋，记得带好防晒和墨镜。另外 Doris 也建议大家早上来，这样不会遇到很晒的太阳，也有充足的时间可以看风景。Diamond Beach 呢是一种野性的美，它有一点挑战感。如果你真的走下去，才能够感觉到佩尼达的美，从来都不是轻轻松松送到你的面前，而是要经过一番曲折的。但
但其实到下面以后发现这里的海真的超值的。如果大家不想下去的话，Doris 已经替你们下去把这个美景呈现给大家啦。如果你问我佩尼达岛到底值不值得住2晚，我的答案是看你想要什么。如果你只是想打卡 Clinking、Broken Beach 这些经典的场景，一日游其实就够了。但如果你想要出海浮潜，也想看看京城没有游客的海边和当地人的生活，我会更加推荐你住1到2晚。这片海的时候，突然觉得快乐其实不用很复杂，有的时候就是一阵风、一片海，再加一点点的阳光。不管你现在在哪里，在做什么，希望你看到这里之后，心情都可以变得稍微好一点。也希望你每天都能够多一点开心，多一点轻松。如果今天没有去海边，那就先把这一片海送给你。我们就在海浪声里结束今天的佩尼达岛之旅。谢谢你和我一起走完这趟旅程。如果是你，会选择佩尼达1日游还是住2晚？告诉我你的答案。爱学爱玩，我是 Doris， 我们下一站再见。